一枚铜钱撕裂了整个佛教。佛陀走后大约100年，在一个叫毗舍离的城市，一群僧人做了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事，他们当众从信众手里接过了铜钱。这在今天听起来完全不值一提，一个出家人收了点香火钱，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在2500年前的佛教世界里，这个动作就像一颗扔进油锅里的火星，它点燃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最终把一棵树劈成了2半，而且再也没有合拢过。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上一期我们给佛陀的原始教法做了一次出场校准，缘起、无我、四圣谛、三法印，这是佛陀教法的基本坐标。我们说好了，后面不管遇到什么宗派、什么流变、什么新理论，都拿这份坐标去对一对，看它是近了还是远了。今天我们正式进入第2幕。第一幕讲的是一个人的觉悟，第2幕讲的是这个觉悟离开了那个人之后的命运。一棵树要怎么长出18根枝，甚至更多？所有的分裂都从今天这个故事开始。好，让我先把场景搭起来。佛陀入灭之后大约100年，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这个年份本身学术上有争议，因为佛陀的入灭年份就有好几种说法，但大致在这个范围。那时候的佛教已经从恒河流域一个几百人的修行社团扩散成了遍布印度北部的大型宗教组织。僧团的规模大了，分布广了，佛陀在世时那种有事当面问他的机制早就不存在了。不同地方的僧团各自运转，各自传承，各自理解佛陀留下来的教法和戒律。你想想，这就像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去世100年了，他在世的时候做过大量口头指示，针对不同部门的不同问题给过不同的回答，但他从来没写过一本标准化的员工手册。100年后，不同分公司的人各自记住了不同版本的指示，而且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记的那个版本才是创始人的真实意思。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东部毗舍离城的跋特族僧团开始实行一些在其他地方的僧人看来非常离谱的做法。其中最刺眼的一条就是接受金钱供养。具体来说，他们的操作是这样的：在布萨日，就是僧团定期集会的日子，他们会在信众面前放一个铜盆，暗示大家往里面扔钱，收来的钱按人头分给在场的僧人。在佛陀制定的戒律里，僧人不碰金银是一条非常基本的规定。巴利语律典里记载得很清楚，比丘不得接受金银。这条戒的逻辑不难理解，僧人靠乞食为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取决于信众供养什么。你不能挑拣，不能积攒，更不能自己拿钱去买，因为钱一到手，选择就来了。有了选择，就有了偏好，有了偏好，就有了执着。这条戒律的本质不是道德约束，它是一把手术刀，从最日常的层面切断你对物质的直取链条。可是毗舍离的僧人不这么看，他们说时代变了。佛陀那个年代僧团规模小，大家就在几个城邦之间走动，乞食完全够用。可现在呢，僧团遍布印度北部，旅途更远了，物资交换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你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路上几天几夜，没有钱你连个渡船都坐不上。而且信众也变了，很多居士就是想用钱来供养，你非得让人家扛着粮食来，这不是给人添麻烦吗？所以他们觉得不拿钱，僧团在很多实际问题上根本运转不下去。你仔细听这个矛盾，它不只是2500年前的佛教问题，任何一个有创始人、有经典、有规则的组织都逃不掉这个难题。宪法要不要修正？经典要不要重新诠释？创始人说的话到底是按字面意思一丝不动的遵守，还是按他当初的意图来灵活运用？这个矛盾在当时不只是金钱这一件事。毗舍离的僧人一共搞出了10条争议性做法，佛教史上统称10事。除了接受金钱之外，还包括一些看起来更琐碎的事情，比如把盐装在脚器里留着以后用，算不算违反不续食物的规定？吃完午饭后走到另一个村子再吃一顿，算不算破了过午不食？酒里兑了水还算不算酒？坐具的尺寸可不可以比规定的大一点？你听了可能觉得
这些破事儿也值得吵，但问题从来不在事情本身大不大，问题在于如果这10件小事可以变通，那下一个10件呢？再下一个呢？底线一旦开始移动，它就会一直移动下去，直到没有人记得底线原来在哪里。而对保守派来说，佛陀的戒律不是某个行政主管拍脑袋定的日常规范，它是一个觉悟者基于对人心运作机制的透彻洞察开出的修行处方。你改它，不是在改一条规章制度，而是在改一张诊断书上的药方。你确定你比开方子的那个医生更懂这个病？有一个僧人在这时候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叫耶舍，巴利语全名叫耶舍迦甘陀迦子，他是西部僧团的一位有修正的长老，属于严守戒律的一方。耶舍来到毗舍离，亲眼看见了拔檀族僧团的做法，尤其是那个铜盆分钱的场面，让他当场就坐不住了。耶舍做了一件在当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他当着信众的面公开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各位施主，不要往里面放钱，用金钱供养比丘是违反佛陀戒律的。你能想象这个画面吗？拔德族僧团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一个外来的僧人当众打脸，结果可想而知，双方彻底翻脸。毗舍离的僧团要求耶舍向信众道歉，甚至对他做了一个叫举罪结魔的处分，就是正式宣布他犯了错，把他赶走。耶舍没有道歉，他做了一件更有力量的事，他走了。但他不是灰溜溜的走的，他是带着一个清晰的计划走的。他开始一个一个的拜访各地保守派的长老，从居闪弥到波罗奈斯，一个一个的说服他们站出来。你看，这就是组织内部改革的经典路线。一个人在前线发现了问题，回去串联有影响力的同盟，然后把问题推到一个必须正式裁决的台面上来。耶舍用脚投票之后，再用嘴投票。他不跟你在小圈子里吵，他要把这件事放到整个僧团最高级别的台面上去辩。最终双方同意召开一次大规模集会，来正式裁决这10件事到底合不合法。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2次结集，也叫毗舍离结集。巴利律典记载，参加这次结集的有700位长老，所以他又被叫做700结集。双方推举了一位叫离婆多的长老来主持。离婆多在两边都有威望，大家信服他的公正。裁决的方式是逐条审议，每一条争议做法由离婆多向在场最年长的长老萨婆迦梅逐一提问。萨婆迦梅对照律典，对每一条都给出了明确的裁定。结果10事全部被判为非法。这个裁决的过程本身就值得你品味，它不是投票制，不是谁人多谁说了算，而是回到律典本身，逐条对照原文。这种方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裁判的权威不在任何活着的人手里，而在佛陀留下的文字里。文字成了最高法院。也就是说，第2次结集的正式结论是，毗舍离僧团的10条做法全部违反佛陀戒律，不合法。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保守派赢了，故事结束了。但历史不是法庭判决书，判决可以宣布，但执行是另一回事。拔德族的僧人并没有因为这个裁决就改变做法，他们不接受。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记载。巴利文献说，拔德族僧人在结集之后，另外召集了一场规模更大的集会，自行确认了自己做法的合法性。这个集会被称为大结集。但要注意，这个记载来自南传上座部的立场，而上座部恰恰就是保守派的传承。对方怎么说自己，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不管细节有多少争议，有一件事是所有传统都承认的：第2次结集之后，佛教僧团没有变得更团结，恰恰相反，他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分裂之路。在此后的100-200年内，这条裂缝不断加深，最终形成了佛教史上最大的结构性断裂。一边叫上座部，意思是长老们的一方，代表资深僧人的正统立场；另一边叫大众部，意思是多数人的一方，代表数量上占优势的群体。你注意这2个名字，一边说我们代表正统，一边说我们代表多数，两种完全不同的合法性叙事。你在今天任何一场政治辩论里都能看到一模一样的修辞策略，
但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如果第二次结集的核心矛盾只是10条戒律细节，它怎么会导致整个佛教的永久性分裂？灵前的事真有这么严重吗？答案是，戒律争议只是水面上的冰山，水面之下的东西才是真正撕裂佛教的力量。我来说几个最关键的深层张力。第一个，修行目标的方向之争。一部分僧人认为，修行的终极目标就是个人的彻底解脱，证阿罗汉果，出离轮回，做到了就是做到了，你不欠任何人。另一部分僧人隐约觉得，修行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觉悟不是一个人的事，它应该有一个更广大的方向。这个分歧在第二次结集时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但它已经在水下涌动了。后来大乘佛教的诞生，菩萨道的兴起，就是这股暗流最终冲破地面的产物。第二个，佛陀到底是什么？佛陀是一个历史上的觉悟者，还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终极存在？保守派倾向前者，佛陀是一个人，一个通过修行达到了觉悟的人，他的伟大在于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而另一些僧人倾向后者，佛陀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佛的境界是宇宙某种终极真相的体现。这两种理解表面上只是程度的差异，但你顺着往下推，他们会推导出完全不同的修行体系和完全不同的宗教实践。第三个，阿罗汉到底完不完美？保守派认为阿罗汉是修行的最终成就，证了阿罗汉果就是彻底解脱了，没有更高的了。但另一些僧人开始提出质疑，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一个叫大天的僧人提出了5条关于阿罗汉的争议命题。他说，阿罗汉在梦中仍然可能有生理反应，阿罗汉仍然有某些无知，阿罗汉仍然会有疑惑，阿罗汉可能需要别人点醒才知道自己已经解脱，阿罗汉在极端痛苦下仍然会呼喊。关于大天武士的确切年代和归属，学术界至今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它发生的时间比传统说法要晚得多，但不管它在什么时候被正式提出，它背后的问题意识在第二次结集前后就已经存在了。因为这个问题太要命了，如果阿罗汉不是完美的终点，那修行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你需要一个比阿罗汉更高的目标吗？如果需要，那这个目标叫什么？后来大乘佛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叫佛果，叫菩萨道。但这是几百年后的事了，你现在看到了全貌。灵前的问题只是一根导火索，真正的火药桶是关于修行方向、佛陀本质、解脱标准这些根本性的认知分歧。他们在佛陀活着的时候不会成为问题，因为你有疑惑直接问佛陀就行了。但佛陀走了100年之后，那个终极裁判者不在了，所有的灵活性都变成了模糊性，所有的方便法门都变成了路线之争。我在之前讲佛陀教学策略那一期说过一句话，对机说法是佛陀最天才的教学方法，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难题。他给了太多版本的翻译，但没有留下一本翻译对照表。第二次结集的故事让我不得不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不只是佛教，看看基督教。耶稣离开后，使徒们几乎立刻就开始争论他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和雅各的分歧至今还在被讨论。再看看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去世后，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裂几乎是立刻发生的。再看马克思，他去世之后，各种流派打着他的旗号互相攻击了100多年。甚至在科学界，爱因斯坦去世后，物理学家们对他的遗产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不是哪一个思想体系的缺陷，这是思想传播的结构性宿命。你想想看，语言是什么？语言是有损压缩。一个人脑子里那个活生生的、立体的、无法用词汇穷尽的东西，一旦被翻译成语言，就必然丢失一部分信息，而丢失的那部分恰恰是后人争论的来源。佛陀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用了45年对机说法，用了无数种方式去翻译同一个不可言说的东西。可是他越翻译，版本越多，版本越多，后人能炒的素材就越丰富。佛陀自己显然预见到了这一点，他临终前留下的那句话，
以字为舟，以法为舟。别依赖任何人，包括我。你依赖你自己的实修，你依赖法本身，但法不会自己开口说话，法必须经过人的理解才能运作，而人的理解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第二次结集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不是那10条裁决本身，而是它撕开了一个任何组织都无法回避的终极难题。当规则的制定者不在了，你怎么确保规则不被扭曲？靠文字的绝对权威，那是原教旨主义；靠多数人的投票，那可能偏离原意；靠修正者的内在体验，那谁来认定谁是真正的修正者？这3条路，佛教后来全都走过了，每一条都留下了辉煌，也留下了伤疤。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一件更有意思的事？这3条路的争论，其实就是你我每天都在经历的内心困境的放大版。你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过你什么是对的，那是你在某个清醒时刻看见的东西，但日常生活里那个声音会被遗忘，会被曲解，会被各种借口稀释。你到底是忠于你当初看见的那个东西本身，还是忠于你后来给它贴的标签？2500年前僧人们在毗舍离吵的那一架，其实也是你跟自己吵的那一架。而接下来的故事会告诉你，这场争吵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从2根枝到18根枝，到几十根枝，佛教史上最壮观也最让人唏嘘的分裂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我想问问各位，今天这期有没有引发你什么联想？一个规则的制定者走了之后，留下来的人到底该忠于文字还是忠于精神？这个问题你在自己的经历里有没有遇到过？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